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1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870.88， 收盘价是850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价是到达了 877.19， 最低价是在 838.0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2874.82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6 倍，量缩。KD 值，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变小，双线呢出现了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仍然在多头趋势的回档中。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9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啊，叫做含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是一个下跌的 K 线。它的特征啊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小于 2.5%， 含有下影线，但是下影线的长度啊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。就这个单一 K 线而言啊，当日是空方强，开盘即是最高价附近，然后股价一路下跌，但是呢，在下方遇到了多方的抵抗力量，最后将收盘价拉抬到现有的这个收盘价，留下了下影线。那么这样的一个 K 线的位置啊，它是在一个多头的回档中，也就是多头回档的下行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生成的这个 K 线啊，并没有确认前一日止跌信号 K 线，也就是并没有站上前一日 K 线实体的上方，而是出现了下行，并且呢，它的收盘价跌破了前低，我们指的是8月5日的这个最低是856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表明后续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可能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前一期视频我们预测8月9日股价的走势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在8月9日会出现上涨，收盘收在909，在这个位置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在当日应该是一个高开盘，并且呢，在盘中股价不能够跌破867，也就是前低。那实际上呢，在当日是低开盘，而且股价已经跌破了这个条件，所以这样的可能是在开盘就被否定了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收在861，在这个位置。那条件呢是当日是低开盘，然后呢盘中股价不能够达到880，也就是不能够触碰到10均值，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。那在8月9日实际收盘是收在了850，当日是低开盘，然后盘中也没有站上880。那虽然啊，实际的走势与我们预测的走势几乎是相同，只是收盘价呢有11个点的偏差，但是在性质上呢是有一些区别的。
那实际的收盘价它是跌破了前低856。那出现这样的现象啊，为股价后续继续下行啊，就打好了一个基础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8月10日股价下行的目标，就是838、837这个水平线，也就是前一日的 K 线的最低，同时它也是这个一星二阳上涨架构最后一个绿 K 线的最低。那跌破了这条线，这个一星二阳的上涨的架构的动能呢，将会被瓦解。所以这是它在8月10日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呢，变一下颜色，作为一个观察位。然后我们删除856这个水平线，因为它已经被跌破了。好，那在盘中如果跌破了837这个水平线呢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将是下方的这个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是在823到826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我们调整一下现有的水平线，这个水平线呢，也是我们定义的20日均线值，我们提升它到823，也就是8月10日20日均线值的下限。好的，好，那股价如果在8月10日再跌破20日均线值，那后续呢，股价将会出现下行，也就是有可能会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股价有没有止跌反弹的可能。我们留意到，在8月9日生成的这个含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啊，它含有一个长长的下影线，并且呢，遇到了这个837的重要支撑啊，股价被收回，说明啊，下方是有支撑的。那在8月10日开盘之后，如果说下方的838能够撑住这个股价，支撑住这个股价，那么股价呢，很有可能会调头向上。那股价如果说调头向上出现反弹，那我们说8月9日的最高877呢，将是一个标志。那同时呢，还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870和880之间。我们再调整一下水平线，我们把上方的这个水平线调整到前高877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能够站上877，或者能够站上当日的5日均线值，那么说明股价将会出现反弹。也就是说，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一日反转。对，那后续股价呢，才有可能继续重新上行。那我们继续延伸向下去分析，就是如果一日反转反弹成功呢，或者叫出现反弹呢，那上方的目标将是915， 915是8月8日这个 K 线的最高。那站上这条线，这个也就是915，我们才能说叫反弹成功。我们再调整一下水平线，把上方的这个水平线呢，我们下移到915。好，当然我们会看到，如果反弹成功之后呢，那上方的目标一定是要突破
前面的最高，也就是940。好，那这是股价的反弹。对，那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8月10日当日开盘之后，下方838跌破之后，会测试下方的20日均线值。那如果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后续股价会出现下行。上方877是反弹的标志，如果站上877，股价呢会出现回后上涨，那向上突破就是上方的915，对，然后形成一个上涨。那如果说既不向下突破，也不向上反弹，那股价呢将会在837和877之间进行横盘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8月10日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10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说压力位，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870到880之间。那这个区域呢，涵盖了前高，也就是我们画的水平线877。然后呢，还有当日的10日均线值是在880到885之间。所以啊，这个第一个压力区间是从前一日 K 线实体的上沿，从870开始，一直到885，这是它的第一个压力区间。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压力的范围是非常宽的。好，那接下来的一个压力区间是910到915。910是200日均线值，915是8月8日的最高，所以第二个压力区间是910到915。当然，再向上的一个压力位就是940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。那当然，我们也把125日均线值包括在内，它的范围是833到838之间。这是第一个支撑。那接下来的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823到826之间。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是818，是7月28日这个 K 线的最低，这是第三个支撑。那其实我们会看到下方的支撑啊，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强的。那再向下，我们愿意再给出一个支撑，就是785，就是这个7月27日的最低，也就是这个一星二阳上涨架构的最低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8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是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那如果出现反弹，也就是反弹一日反转，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，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850，最高会到达898，然后收盘收在890附近。那么出现这样的一日反转呢，我们认为就是股价会站上5日均线值。但是我们刚才说压力位和支撑位的时候已经说到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它的压力是非常重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要
出现这样的一个可能呢，它还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。第一个就是它必须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跌破850的。那跌破850，那这样的可能就不存在了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反弹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是会出现一个止跌的横盘。出现止跌的横盘呢，它有可能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855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会回踩到826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最低我们认为会回踩到20日均线值，然后收盘会收在84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可能呢，也是我们基于上方的压力很重，下方呢支撑呢也是很强的，所以我们认为在8月10日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横盘，来等待均线的合拢，然后呢在后续的交易日再选择方向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运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10日走势的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